大家上午好，今天是5月13号。那么今天第一个视频，我们也是继续分析一下美股啊，美股的特斯拉，也是之前粉丝留言比较关注的一个品种。那我们在开始正题之前，我先说一件事情，因为明天要出差，那么到下周一中午回来之前的话，咱们的视频更新是不定时的啊。中途如果我有时间的话，那么我就会在咱们的留言区这些朋友里面。所说的品种里面，我会挑一挑加更一些视频。那么下周一下午之后呢，我们也是恢复正常。首先来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月线图吧。从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来说，它其实已经中长期见顶了。之前的12月份啊，去年的12月份的高点488.54，应该就是它一个中期的高点啊，488.54美元。之前的这波上涨，其实特斯拉是走出了一波五浪上行的一个结构，1、2、3、4、5，整整是运行了从2013年到2024年啊，可以看到运行了整整11年。那价格呢，也是从这个大概是2美元左右涨到了488啊，翻了将近应该是240倍或者250倍这样一个夸张的一个涨幅。那主要是得益于它毕竟是美股的科技七巨头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从之前的油到现在的电，所以市场对它的股价一直是处在一个追捧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大家都知道，行情它是没有只涨不跌的，涨到一定程度，当它的涨幅已经透支了它未来几十年的一个股票预期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时候将会迎来一次大跌。这个是每一个股票都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一个轮回。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一次从2美元涨到488，它其实是已经完成了上涨的五浪。那上涨的五浪结束之后呢，后期跟随的必然是有一个调整的 ABC 结构，这也是波浪理论决定的五浪上行加 ABC， 总共是8浪循环。那下来我们拉出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次调整从去年的12月份，那么向下是回落到了黄金分割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的中间这个区域是在 244.85 到 187.34。 从这第一次的调整来看，是幅度是基本上来说是比较达成预期的，也就是这个 A 浪。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认定的是，这个 A 浪的下跌有可能已经结束了。从上个月开始，其实市场的股价它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B 浪反弹当中。下来我们再切换到周线图看一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第一波 A 浪，它当中是走出了一个五波形态，算是完成了这个 A 浪的一个全部结构。之前我们也经常说过，如果起手的 A 浪它是一个五波形态，那么大概率这个 ABC 调整结束之后它也是要出现一个535的一个锯齿形。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处于一个 B 浪反弹的一个阶段B 浪反弹的一个阶段。那整体我们还是先拉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这次反弹的一个预期的反弹的目标以及压力区域在哪里。当然，黄金分割是我们参考的一个重要指标，前期的次高点也是我们参考的一个指标。那通过目前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最近的压力区域在351到383，这就是最近的一个压力区域也是它反弹的 B 浪的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位，我们就要参考之前的这个高点414到 0.764 423这个位置，就是下一个压力区域414到423。那通过上述的结构划分，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一次 B 浪的反弹，我们首先看到的压力目标在351到383。如果这个走势反弹走势比较强的话，那么可以后续再说，我们可以看到414到423。但是它的性质仅仅是一个反弹仅仅是一个反弹，只不过周期比较大，大家看着幅度比较大，它不是反转。当这个 B 浪运行完毕，后期一定还会再出现一次 C 浪的下跌，这个 C 浪下跌大概率会跌破之前 A 浪的这个低点。画了两种的黑色路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反弹的压力目标区域存在两处。等这个 B 浪反弹 C 在紧接着出现 C 浪下跌，跌破 A 浪低点之后，我们届时才可以考虑特斯拉的
中长期的调整结束了。那其实当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反弹走势当中啊，后期上方看也说到2处的压力目标区域。那么当前如果你有持仓的话，那可以往上看，往上继续看。相对来说，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良性的反弹当中，风险比较小啊。但是如果是要去追的话，其实你算一下，从3118到最低的一个目标351或者383的话，它其实仅仅有30到这个60美金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要追的话，最好是不要重仓，可以仓位放轻一点，可以轻仓的去尝试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个视频关于美股的特斯拉的后期走势波浪结构的一个分析，整体走势也是非常的清晰，形态也是非常的一个完整。后期我们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当然它反弹它是需要时间的，这里毕竟是周线图，那往上走个4周或者8周都是有可能的。好，今天上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